我们没有作假，我们没有作假，对，而且没有脚本。对啊，这个是对，这反而让我觉得很开心。很多人以为你没有脚本呢，很多人以为你没有台词，对。好了，要开始 ，Let's go， 期待。我的节目叫小百合の大惊奇。何が好き？チョコミント。あげのなった。小百合ちゃん。嗨。さよりさん。嗨。何が好き？酷よりもチョコミント。哎呦安娜达，其实我不太知道在讲什么。哎呦安娜达是在讲什么？就是我喜欢。跟你比起来，我喜欢那个我刚刚说，我跟酷比起来，我比较喜欢 Chocominto。所以比起我，你更喜欢 Chocominto 是不是？对，懂。我觉得 Chocominto 很难吃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像香菜一样啊，有一些人超级喜欢，有一些人超级不喜欢，或是不喜欢的那一派我真的觉得是在吃牙膏那种感觉。对，好吧。然后我的这个节目每次邀请辣妹聊天大家好，我是辣妹。活辣的人好了。辣妹阿汉，所以阿汉也是辣妹吗？对，辣妹。是哦。对。对，我们每一位活辣的人一起ギャルトーク的时间。ギャルトーク？ギャル知道吗？ギャル不知道什么意思？是辣妹的意思。ギャル是ギャル。ギャルトーク。OK。所以我们今天是要一起ギャルトーク。是要聊什么？是要聊一些比较都可以。其实我必须说，我来这边我完全不知道是要录什么。对，我都没有跟你讲。对，微微害怕的啦。但我知道就跟你聊天是会蛮开心的，所以应该就不担心，大家应该也会觉得好玩吧。对，我还没介绍你，今天的来宾是酷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酷。应该是大家听他的声音或是 YouTube 的朋友是看画面就知道。对，嗨，我是中文怪物的制作人。现在都是大家都会因为中文怪物才认识我。虽然我拍 YouTube 拍了很久，但是现在大家我就变成中文怪物的那个人。对。就是虽然以前还是就我已经有200万个订阅者，然后就拍过很多影片，但就感觉那些东西都被删掉了。我现在就是中文怪物那一个。对。但我发现很多参赛者也是很多参赛者就现在会变成中文怪物小百合，中文怪物谁谁谁。对，然后就是大家会把你们看成就是中文怪物参赛者。你有遇到这个问题吗？对，应该是看什么认识我。然后最近的人的话尤其是年轻的人。因为我的粉丝群都是25到35左右的男生比较多。然后你的频道应该是我好奇你男生几趴？9%。然后 Instagram 是9.5%。9.5%，哇塞！怎么办？但是托你的福啦，我上了那个中文怪物之后呢，整个我的粉丝群的那个 analytics 分析都改变了，变得比较平均一点嘛。女生比较多，女生变很多，然后也品种也有啦小一点。对，因为因为你的频道应该是老小一点。对，这个成语我知道你在讲什么。我不要靠门成语，我真的懒到爆。但对啊，我们是差不多50-50，可能男生多一点点呢。我们差不多54-55%是男生，然后剩下是女生。这是年纪比较小也有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都有我真的从18到60，哇就对啊，差不多平均。对啊，蛮多的。对啊，所以我看到最近很多年轻的那个学生的样子，那个粉丝变多，所以就是互动的方式有点不一样。对啊，我觉得很可爱。你有我传给你一个贴图，你记得吗？有，这是你自己做的吗？不是，是他那个粉丝我的粉丝传给我。我也想说你不会嫌到我要自己做这件事情。我也想说这应该不是他自己做的。他就是穿一个，就是你在这样甩头发的那个的访问的时候，你就
这样子的一个贴图，我觉得蛮适合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那个也是好像是学生差不多学生年龄的粉丝，新来的粉丝转给我，然后这个是怎么样啊什么的，所以我真的确实上了中文怪物之后也有就是很多的改变跟反应。那你现在看到小朋友就是来找你啊，是你的粉丝，你会觉得尴尬吗？尴尬？那就我自己有时候，我们最近在信义区有摆一个圣诞市集啊，对，你有来找我们？对，我们就在那边，在信义区的一个欧洲圣诞市集卖可颂这样子，然后会有很多粉丝来我们那边，就是为给我拍照，就是可能买一个可颂啊，就来找我就拍一张照片，然后很多小朋友超多，我这一次的圣诞市集可能差不多一半都是小朋友，而且有很小很小的那种，真的有3-4岁的小朋友，他们就在看我的影片，然后我会觉得不太适合有一些影片还行，但是蛮多影片是会就是可能开的玩笑啊，或是可能会骂脏话啊什么的。然后我问父母，你就问他们说，你们觉得 OK 吗？他们说啊，对啊，他们很喜欢。我说哇塞，这样 OK 吗？所以那到时那个活动的时候才知道，原来粉丝有少到这么少这样子。我们已经是第3年，所以就大概知道，但是就每一次会吓到，就每一次看到一个小妹妹，然后爸爸跟我说，他超级爱看你的什么军事训练的一个系列，就是那种很刺激的，一直骂脏话的，然后就是。对啊，就是很辛苦的那一种。说他看这个，他说对啊，他超爱。我说你没有在管小朋友吗？就这样在看这些东西不太好大家都喜欢看你的节目啦。但我觉得好厉害耶！我去探班，然后我以为你是一整天，那个活动是4天吗？对，4天，4天。然后我以为你是比如说下午的一段，比如说半个小时。本人出现一下，然后就离开。对。结果，剪影片的团队也在。对，就是我们整个团队都出现，然后就是我们在那边卖可颂。对啊，一开到打烊，而且打烊后也是因为那个买可颂的人就可以拍照吗？是这样子录的吗？我们没有，就是大家想要拍照是需要排队。但是大家因为想要这次我们，然后想要有一个就是一个可颂，我们会插一个法国国旗，所以比较好看，然后他们就会想要拿着这个可颂给我拍照。对，所以对啊，就是大家会就自然而然的就先买个可颂，然后再去排队。对。因为听说已经打烊都卖完了，但还在排很长，是因为想跟你一起拍照的。没错，就是天都黑了，还在在现场这样子。对啊，这我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因为可能。我不知道你啦，可能你比较常出现在那种活动，因为你当主持人啊，你比较常跟大众互动。但我自己很少有这种机会，我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，是在电脑前面就是这样子很窄，是这样子就这样超级驼背，然后就是在那边剪片的。这是我的日常，我很少出门，然后就这样子跟粉丝互动，所以。每一次真的会吓到，就说我有这么多粉丝吗？有点就不敢相信那种感觉。对，是哪一种感觉？就是有一种我只是我比较不是这样啊，我是会觉得说，好奇怪，为什么这么多？我就会觉得怎么讲？我可能是我自己个人，我会把我的库德梦这个形象，这个库德梦这个人设跟我本人。分得比较开心里面有距离哦。对啊，我会觉得他们喜欢的是酷的梦，不是我。那你想要哪一个都要？我想要哪一个？什么意思？你有内心其实有希望有一个别的平台或是别的舞台，就是身为酷，然后做什么事情，然后认识大家。你说身为我自己吗？对，还是你是用就是演这个怎么说？就是酷的梦的身份来表现自己比较自在。其实我觉得在很多方面是不是一样的？但因为其实我现在我就是我是跟我自己跟你聊天嘛，不是酷的梦在跟你聊天。但是我也觉得这要在荧幕上，只要知道就是北拍，或是你就在工作，你会进入一个模式嘛？对啊，就私底下你自己跟你朋友聊天，可能可能你可能没有，但是我自己还是会有点差距嘛，就会稍微有一个表演模式。
那只要我进入这个表演模式的话，我就会觉得是酷的梦。虽然可能没有差到非常多，但是会有我自己，我觉得这样子比较舒服，因为很难想象你要想象有200万个人喜欢，就会我不知道你频道有多少个粉丝？我的 YouTube 频道吗？啊，或是你的 IG 都可以。我的 YouTube 还在5万。5万，大家加油！我们要让小白2026小百合要破10万订阅者，好不好？啊，要！干杯！耶！大荆棘。对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但你要想想 ，OK，5万个人，你要想象5万个人是你的粉丝，你想象得到吗？5万个人是多少个人？就是很难去想一想这个场景嘛。就是有5万个人，就是小百合，我是你的粉丝，就无法想象的嘛。对啊，所以我自己200万真的是小巨蛋多少人啊？对啊，就会觉得，因为我无法想象，所以会用这个应该是来保护自己啊。对啊，不然就是你真的大头症啊，就200万个粉丝，我超红的，就很容易我就是为了不要改变，我才会有这样子就去分离我自己的身份跟酷的梦这个身份。那为什么你不想这样子？因为有人是有一点仿古的心，不是仿古男孩。你说仿古男孩吗？不是仿古，那个团队的名字是那个仿古心。就是说，比如说，在学生的时候，我心里一直想，我总有一天我要变有名，然后所有的女生都喜欢上我，什么。然后这个是拿来当一个很大的motivation，动力，然后是为了复仇，就为了去证明自己。对你看你们小时候都看不起我，我就证明来给你们看。对。然后这个 motivation 走到200万，有些人是这样子。但我觉得我是不想要证明给大众，我是想要证明给我自己。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不是特别有自信的人，我小时候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才华，我是一个就是一般到不行的小朋友。反而其实我的朋友们，我觉得都比我聪明，都比我厉害，都更会运动，都更就是更受欢迎的，就是他们都是比我厉害，所以我就是一个就是会觉得我就是一般的，就是很中等的，没什么特色的一个小朋友。就是你的环境太优秀了 ，level 很高。我觉得有可能是，因为我其实现在我的朋友都很成功，我的朋友就是都很聪明的，就都很出色。但是应该是我自己一个人到亚洲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觉得说，我要为了我自己负责。我不知道你是几岁的时候离开你家，搬到国外？大学的时候几岁的时候？18岁。对啊，我们是差不多。我是19岁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说，那我现在就我剩下的人生，就会觉得你自己要负责。你在国外的时候，就是你没办法，就是有点懒惰的时候，就问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们吃什么？”或是妈妈，我不想洗衣服，你帮我洗，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嘛。所以我一开始觉得说，一个 survival mode。对 ，survival mode， 对啊，就是会开始觉得那我现在就是我是自己一个人，然后我要为了我自己负责。所以因为有这种就是有一点不安的感觉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。就是可能我缺钱啊，或是我可能生病，我就没办法工作一段时间啊什么的，所以我就不断的给自己一种压力，就是会觉得说，我要继续工作，我要很努力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事。对，到现在，到现在，其实我到现在还是就有这种，就会觉得搞不好明天，被演上，然后一切都结束了，有可能。谁知道这种行业啦，对啊，就很不稳定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有这种东西。然后我也是蛮喜欢拍影片的，就是会让我觉得对很有成就感。对，那什么感觉是妈妈在看小孩讲话，你很棒，什么意思？因为我都没有机会这么的。怎么说正式的聊天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听一听就觉得好感动，我也想聊的就是这个太好了那你有那你比如说19岁或是更早的时候或是刚开始 survival 的时候有怎么说 journaling OK 哇journaling OK 你有在脑袋上也可以写下来也可以，你有
你有想你会做吗？这个你会写吗？会哦。然后那你会写，或是你会想象啊，我总有一天这个 YouTube 我喜欢拍影片，然后希望我先要多少个人订阅，然后做到哪里什么什么，你有先想象然后已经实现了，还是自然而然呢？我觉得我一定我是蛮有动力的一个人，我就会一直想要突破自己，然后我也是有那种心态，就是看到别人做，我会觉得自己可以做，你做得到，我也做得到。我这种 ，Oh my God，我觉得你看不出来耶，是吗？是哦，我有这种怎么说啊，就会看到某一个人就是拍影片，然后拍得很棒，我会觉得就不是那种嫉妒性的那种感觉，我不是觉得哈你做得到，你以为你了不起，我自己也做得到，可能有时候是啦，看情况，但是我觉得大部分都那个也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 motivation，但比较不是负面，所以我会觉得说，我看这个人，我跟他其实也没有差到很多啊，感觉我们的能力也差不多，那我应该也做得到，所以就会想办法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办到这件事情，然后就不断的是去证明说，其实你看，我真的有心的去精心摸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做得到。对，我会一直有这种，就是不断的给自己一些小目标啊，就是一个一个去达成这样子。是哦，你自己有吗？有吗？你有目标吗？你想要做什么？我现在的心态状况啊，对，我参加中文怪物的那个契机きっかけ就是说只是我在台湾做6-7年，然后其实我离开日本前，笔记本上画的写的我都实现了，我一个一个打勾，我都忙了，这个是3年前，然后我突然没有什么不知道要做什么，这里已经有朋友，找到了自己的那种舞台，也是我的家，然后开始常常回日本，然后找机会在日本也可以做什么，然后就刚好看到脸书上那个中文怪物，感觉很有趣，而且以前的我可能还没全部都打勾好，就是还没做好，还没有达成你的目标。对对对，之前看到应该不会参与，因为很那种怎么说，我要达标，这样子的角度去看每一个东西，每一个工作机会。但是我现在那个时候的心态就是，有没有什么新的，有没有什么新鲜，给我再给我一个很大的刺激。然后就看到了100个外国人在台湾，有吗？会有帅哥吗？你一定有想到这件事情，没有想到这个，小宝，你骗不了我，你一定有考虑说100个应该有至少5-6个是帅的吧？有觉得我想知道你在中央怪物参赛这里面，你的第一名帅哥是谁？你说你就最帅的酷？没有，我不在里面啊，是，对，我没有参加。帅的就长相都可以，男生吗？对啊，什么圆？喂，什么圆？法国人？眼睛大？冯卫远？冯卫那个演员吗？那个法国人吗？那个有点白头发的。是哦，有点白头发，对，那个法国人齁，对吗？应该是。是啊，冯卫远，但是冯卫远有女朋友。是但是你的类型哦，哪有？我不知道。OK，我有印象的意思。对，我可以回到认真的问题。可以，对不起，没有，就突然好奇，请说。然后就看到就说，那我先不要身为艺人，或是身为什么，我就本名的，就是小宝贝，来去参加。就是来找新的东西，看新的东西，然后看到那个就觉得有帅哥，不是这一定是真心话，才是这个。我想说你做的超厉害，谢谢。对，我真的很想说这个，谢谢。因为想象的东西是那个怎么说？实现，对，实现。
这个是一定要长期保持一个非常强的动力，还有热情，还有孤单。但我也像你一样啊，因为就是当创作者当久了，就会觉得其实我希望做的东西已经都做好了。就你看，我觉得身为创作者一个很大的一个里程碑就是100万，播了100万了之后，就会觉得我是大 YouTuber。我现在就是我就不会有人觉得我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上。你有100万个粉丝，我觉得一定是就是很多人肯定你的一个东西。对，超厉害。所以谢谢。所以我们就是有不断的去尝试做不一样的系列，不一样的节目，但就迟早会有一些反正就是我之前我们做过嘛，我们知道怎么做。当到我们开始规划中文怪物的时候，就有一个新的刺激，就会觉得哇，这件事情真的大到我们真的有一点迷惘，就太大了。突然这个规模就变成是我们自己有点无法想象的一个对啊，一个范围，然后就慢慢到这个结果，还幸好成功了。就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运气很好，我觉得我们真的就很多元素刚好是对到，然后就是 bam 让我们成功，然后真的是一个我要感谢上帝，我要感谢大家，我要感谢你们参赛者，然后给我们这么好的效果。但就是一个人生的动力啊，就是你要去挑战新的，就算失败了，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事情啊。我就是要去挑战呢，你要去做一个你有点害怕，然后有点陌生，但会让你感兴趣，然后会让你有热情的事情，我觉得才是一个对吧？一个活下去的一个动力嘛。哇，太厉害了，这么深嘛？但我就是啊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大家就很容易像你说啊，你来到台湾啊，你会讲中文啊，你有朋友啊，你有固定工作啊什么的，那现在有什么新的刺激啊？很难啊。对，真的很难。对啊，那中文怪物有带来新的刺激给你吗？真的有。有吗？哪一种？我是交了很多外国朋友，朋友圈整个改变很多哦。你有跟谁现在比较熟的？Amy 黄可欣黄可欣还有伊亚狗对，跟范家哥，还有小麦小麦，这三位我常常保持联系。黄可欣你知道吗？我们他来面试的时候，他完全没有提到他是演员，然后结果金钟奖发布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得奖了，他是演员吗？我们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他怎么没讲？他很厉害耶，他很厉害，对啊，就很喜欢，就这种低调，深藏不露的人，真的低调到不行耶，就哇，我们吓到他。自我介绍的时候，他就说他是就是做正媒体的，他没有提到他是演员，对啊，我们都不知道。这个真的很刺激啊！一样是在台湾的外国人，那你中文怪物做成那个，你制作前，你在脑袋里想象的一模一样，还是比自己想的更好，还是怎么样？有差异吗？我觉得幸好，我觉得没有差到非常非常多，我觉得还 OK，就是都是因为我们在规划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叫美术组，美术组是负责场景的人，就给我们看一些3D 图，然后给我们就是看一下到时候会长怎样，所以其实跟我们本来想象的没有差到很多，但当然就你自己看到现场，然后其实你到当天你就不知道那些外国人会不会来啊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来啊，就看到你们真的来的时候，说哇你们真的来了。真的有100个外国人在下面，然后在那边聊天，然后都是用中文的，我觉得哇塞，真的太开心了。对，可能我没想到大家会这么投入，我就看你们真的是很投入在这个游戏里面。对啊，还造成了不少的 drama， 很好玩。drama 好玩吗？真的很好玩。对，而且我想跟大家说，观众朋友说，酷提前给我看画面，对不对？哪一个画面呢？有一些什么他那个灯我啊，还有什么日本人那个什么看不顺眼的那一些画面，你有补拍的时候提前有给我看，因为我们有不访问，所以我们就想要就是提醒你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对啊，然后我提前他给我看一下有一些片段，我那时候的反应是我笑的，
是啊，对吧？萧百合，我觉得蛮特别的点是我感觉你完全不怕被演上，完全不怕就是别人怎么看你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真的蛮佩服。为什么？你也是吧？我就是没有嘛，我觉得我蛮在乎的。就是难免到某一个怎么讲？怎么说？因为认识我的人非常多，所以像你看，就是很多小朋友来圣诞市集来看我。是责任感，对啊，有一种责任感，不一定是我想要的，但是对啊，当你是一个，我觉得应该可以说我是一个公众人物。当你是公众人物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有一些，就是知道说你不能乱讲话，你不能就是你要小心你的行为啊。有一次我去我前妻家的时候，我骑机车，然后在红绿灯，我看了手机，我在看 Google Maps， 我去看了一下，我被拍。上新闻了，就连这些小东西都要小心，对啊，所以，可能我们的状况不太一样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心态也不太一样，因为反正你会觉得怎样，这是我自己啊，所以我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人啊，你接受很好，不接受就滚啊，我这种心态我很喜欢，我很佩服，真的，谢谢。对啊，就是真的很佩服，我也是。那你很佩服你自己吗？我吗？对啊。有很佩服你自己吗？怎么说？我很中立，我知道我的好跟不好的感觉，所以就没有就是我就是没有什么，就都是完美，都很强，没有这样子，就是我有脆弱 ，OK，我有懒惰 ，OK， 我有怎么样？这样子最好啊，这样子最好，对啊，对自己尽量客观一点，对啊，不要过于有自信，你不要过于就是没自信，对啊，这样子最好。我就是看得出来，我就在节目里面看得出来，你就是就是做自己的人，对。这个是好的意思还是？做自己的人，我觉得做自己是很好啊。我觉得尤其在很多亚洲国家，我觉得很多人不敢做自己。对，我觉得虽然我也是亚洲人，但我觉得我们还是亚洲人。很奇怪的是，大家都说，比如说像我做自己的人，他们指我这样，就是说很自私，或是太做自己，或是没有什么那个什么協調性の中国話，对，就是想说就是亚洲人或是都指我这么说，但是反而别人都是。通常都在乎别人对自己想什么，那这个是都在想自己的一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就觉得很多人想要批评你，是因为他们会想要就是证明给自己说他们比你好，有这种你敢这样讲话啊，我自己才不会这样子讲。虽然我可能想的跟你一样，但是我不会这样子讲。然后我透过这个。怎么讲？我这样子看你，所以我觉得我比你好。我觉得很多人是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好才会去批评的啊，是这样。你懂意思吗？所以大家都批评我。当下讨论度蛮高的，所以会有各种声音。当然有一些合理，有一些不合理的，有一些理性比较不理性的啊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有看，然后对我有看到负面的很多评论，对，只是我不在乎。对啊，就是这个很强因为你不在乎，所以敢去批评你也没有用啊。因为你反正就不在乎他们在讲什么，这我觉得超棒的。真的对啊，当然是不能乱搞事情，也不能乱说话。但我觉得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，如果有这种态度的话，我就是最健康的，就不在乎。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演员，我忘记是谁，那反正他就说，如果你跟我有什么问题的话。就发讯息给我，或是你打给我，你打我的电话。如果你没有我的电话的话，你就不可能跟我有问题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谁，你根本不认识我，因为你没有我的电话，你没有我的联络方式，所以我们不熟，所以你就没有资格批评我啊！是根本不懂，那怎么去？对啊，就是我们不熟，你又认识我吗？不认识啊。你有看过我几个节目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实际上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根本不知道哦。那你还敢有意见吗？对，真的是这样子的心态。对啊，所以感觉你有这种这种感觉所以你真的自己剪片
你真的有看很多画面？我看到，对啊，我看到，其实我没有剪一些啦，我们就想说，好像也太多了，我们就剪一些，对，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呈现一个，就是虽然呢，我们当然你在剪片的时候，你会选某一些片段，然后我们某一些片段删掉嘛，但我觉得我们呈现一个算是真实的一个状况，我觉得我们没有作假，就是对，真的有感觉得出来，对，我们没有作假，我们没有作假，对，而且没有脚本，对啊，这个是对，这反而让我觉得很开心。很多人以为你没有脚本呢，很多人以为你没有台词，对，就想说你们这样子想，第一，我很感谢，我感谢你们，因为代表说好看到以为有剧本，然后你们真的不懂外国人，因为我们外国人只要有剧本的话，我们会讲的超硬的。你要背剧本子的话，我们要背的很辛苦，然后一定会出现一些字是我们不太熟悉的，所以会讲的卡卡的，对啊，然后很不自然，然后我们又很辛苦啊，就不会想拍嘛。你有拍过业配吗？你拍业配的时候，就是你真的是看稿的时候，好，这个要非常的没有，这是什么字？副作用，没有副作用，这很辛苦对啊，所以真的当有台词的话，我觉得大家不会聊得这么开心，你不会聊这么多，也不会这么的自然。制作第二季的时候，大家知道第二季一定会爆红。我觉得这样子的话，很多商业方面的东西会进来。对，我有想到这个，那你觉得呢？你说我们会有很多业配吗？各有好坏，对。但当然有赞助的，或是帮你上别的平台帮你曝光。不好的来讲的话，比如说，我这么大的经纪公司，我想推这个新人，要不要给他一个很大的角色？可不可以帮我进去？这绝对不可能。你那个很大的艺人很无聊啊，真的，就真的。我其实，我有发现，也有蛮多人说，大家觉得我们只有推网红，没有推素人，就是我们网红的画面比较多，然后素人的画面比较少。但必须说，不是因为你是素人，我说你是网红，所以我们会给你比较多的画面。我们会看你个人特色，我们会看你当下表现有没有讲话。有很多人也没有讲话啊，也有一些蛮大的，就是有订阅者蛮多，就是都没有，其实没有很少画面，没有讲话，然后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也没有太大的角色，对吧？所以其实就算你没有粉丝，你完全没有任何的，对，你是一个素人，我们还是会给你很多画面，因为你有你的个人特色啊，你当下就是有很多表情啊，你就是对啊，很外向啊，就是喜欢聊天啊，讲很多话，表情很多，所以我们会看的是这个，不会看就是你有没有人气，对啊。哇，所以你做节目或是做这个作品啊东西的时候，是完全就是不怎么说，不欢迎这一些怎么说？这个中文不知道，那种心机吗？什么东西？你说我们会有心机吗？没有，我的意思是我刚刚说的一样，就是说，我的这个经纪公司的这个新人要一定要演主角一样，给他的画面，要么就是老艺人，比如说老艺人，已经大牌，我也要演出，给我大的画面，我要认识新的粉丝啊，就是那种圈里，对，你都不欢迎那一些圈里 money and power。我不会在乎这些，因为我最在乎的是节目好不好看啊。对啊，那如果有个经纪公司已经很想要我们介绍的新艺人，那他可以来面试，我们会评估啊。他适合来上我们节目的话，就来上啊。但是到时候他没有讲话，他没有什么画面，他没有什么表现不太好的话，我不会硬把它剪进去啊。这个我觉得是社经秀的魅力。社经秀你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对啊，谁想到，比如说什么其实你看我们决赛的全部是素人啊。对啊，我们就海瑞森、陈安阳、曼月明，还有申胜战跟高安德，都是中文怪物菜就是更多人知道的，就你要说出名嘛，对，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平台算是中文怪物
啊，我们就多给他们很多画面呢。就是他们都有出现。大家看吧，大家听吧。对可能我爆雷了吗？我爆雷了。不是哦，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意思就是说，很 pure。对啊，对，我们尽量对，我们尽量。但我必须说，我们做剪辑，当然因为要有效果，对，所以也就是我们会去找，就是摸一些就是故事线，然后这些故事线就拼在一起，然后变成我们的那个节目。对啊，就是创作。对，谢谢你给我们很多故事。有，谢谢，我有贡献的话太好了，真的很开心上那个。那谢谢你来。不会，跟你聊天很开心。对啊，我是觉得对啊，其实中原怪物也有让我认识很多很多很有趣，然后就很有特色的外国人，然后就也是让我很感谢我这样子现在有机会，因为我们有这个连接，我可以跟你们聊天了。对啊，对呀，这个真的很棒。好啊，那差不多到这里。最后大家订阅，明年几万啊？我的目标，我忘记你前面10万。OK， 10万。2026小百合频道破10万订阅者，一定可以！现在就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每个账号都登入，然后去按订阅。我就一定可以耶，10万OK 的，你会有收到这个那个 YouTube 的那个东西啊，哇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叫奖牌嘛，对。好的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再一起拍好不好？没问题，好，我10万的时候会有第2集。耶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